好，袁院长。院长，陆大夫。这位是江总，我的朋友。哦，您好。你好。让实习生进去，站在旁边离远点就行了。好吧。你也不用一次问那么多，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快吃饭吧。太谢谢你了，幸亏你是张梦涵叔叔的上级大夫，对于仁和下级医院及其化疗情况都非常的了解，要不然我的这个论文就生生被拖黄了。你这么执着，没有我的话也能想出其他办法来。中国的事儿太复杂了，我爸以前说我不懂中国，不让我回来搞研究，没想到我回来之后，他是第一个给我出难题的人。庄教授，你回来以后是不是也不适应这种环境？子轩，你觉得国外很纯粹吗？从我的经历看，还不错啊。那是因为你在美国真正的经历还太少。怎么讲？你知道吗？我在美国读的是 MD 和 PhD 的 program。牛啊！这种 program 可太难进了。但是，我的这个 PhD 的论文问题，连续3次被论文委员会否掉，一拖再拖，轮转3年后才拿到学位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的水平应该不至于吧？是因为导师太年轻了吧？我的导师本来在业内德高望重，是个很优秀的科学家，他也是理学院的院长。但就在我进入这个 program 的那年，爆出他在新建科研楼项目上受贿，他引咎辞职了。关于他的一切都被质疑，包括学生研究问题。我跟他做的论文也没逃出这个结果。这太不合理了，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儿呢？其实这种事情在哪儿都会出现，没有必要抱怨。我们搞医学科学的，必须尽量在不纯粹的环境里，让纯粹的医学科学生存和发展下去。副院长，你看看这份，这些。这份杨副院长已经签过字了。这份他也签过字了。既然杨副院长都签了字了，你有需要我签字的吗？杨副院长的意思是，这份抢险救灾表彰先进的名单，还是由您来签字，因为毕竟这抢险救灾是您主持的，还是由您来做决定。按理说，我是该走了。不过在仁和，我还有些没办完的事情。你放心，等这些事情都结束了，我会尽快离开的。你呢，不用着急。副院长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我不着急，我不急。君莫，哎，
30年过去了，我们都老了，行将就木。你真的打算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吗？天上的张姐看着我们呢。怎么样？病人食管肿瘤侵犯血管出血，而且有食管气管瘘，现在血已经止住了，破裂血管做了紧急手术处理，情况基本上稳定了。还算抢救的及时。院长，病人什么情况啊？我都来了，您还在这儿亲自关照着。这位是先锋公司大中华区老总的父亲。哦，水涂药看起来是起效的，消炎药会再盯个2、3天，事情暂了。如果上腹部还疼的话，顺时针按摩可以缓解出血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陈大夫，再见。陈晓松，哎，马主任有事儿？移动出诊这个事儿呢，我有几个建议，想跟你说说，想听不？当然想听啊，你说。我想啊，急诊有时候接诊量大，咱们的大夫不一定都有时间，可以建立一个和各科室当班大夫的临时视频会诊机制，在院里推广啊。哎呀，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您接着说。我父亲感觉吞咽困难已经有一阵子了，上个星期在你们医院查出是食管癌。我一直在国外考察研究，昨天才回来，没想到今天就发生了呛咳、呼吸困难。是啊，咱们这个岁数正是干事业的时候，偏偏父母年纪也大了，需要照顾，有的时候真是两难呐。陆大夫，我知道目前食管癌手术最好的大夫就是您了。我父亲的手术，我希望您能全程主导。好，那按照规定，我要向您说明一下，这种手术我的习惯是手工吻合。当然了，您也可以选择先锋公司的吻合器。需要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吗？我请您务必亲自手工吻合。不使用吻合器吗？虽然我们公司的吻合器是全球知名产品，但是根据我们的内部数据，陆大夫的手工吻合食管瘘发生率为0，对此我是非常放心的。您过奖了，江总。那咱们还是先讨论一下病情。没关系，我不在意。我知道，我们向医院推销吻合器，用大数据做宣传，引导患者使用。陆大夫对此非常不满，但是现在，我恳请陆大夫能够体谅一个患者儿子的孝心，尽全力完成我父亲的治疗。我将以个人的名义捐出50万，用于您主持的胸腔镜手术的研究。怎么有时间过来啊？来看看你，彤彤身体怎么样了？老样子，哎，还是不太好啊。那你呢？听说你去休养了一段时间，啊，好点没有？好些了，没压力了，也就没什么事儿。还是要注意点的啊！哎呀，你那个性格，有事情就爱自己钻牛角尖。年纪大了，要往开了想啊，退了也好。退也没退干净，这段时间还回院里做了些事情。听说了，救灾期间人和闹得很厉害，啊，什么气性坏疽，
耐药菌株，也是 HIV 阳性患者，好嘛，排着队来了。这些事儿靠杨凡是不行的，亏得你在。哎，好几个老同事跟我提，你退早了，有没有想过啊？把辞职这个事儿再考虑考虑。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说说话。小兵回来了。谁？张淑梅的儿子，小兵。您父亲的病情非常严重，肿瘤突破食管壁，突入气管，造成食管气管瘘。这个手术难度很大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我们会以最强的技术团队来负责。谢谢陆大夫，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先声明一下啊，这跟您的捐款没有关系。我不想把一次单纯的治疗搞得像交易一样。这当然不是交易。医药公司支持医学研究项目，这本身就是常有的事情了。关于吻合器和手工吻合的争议，我们非常愿意和您继续探讨。先锋公司绝不会强推产品。老姜，关于吻合器的使用问题，我们单独来讨论。江总，我从来没说过吻合器不该用，我所反对的是不分情况诱导病人，要求大夫使用高价的医疗器械。我知道，你们公司已经重新评估了吻合器和手工吻合的效果。我相信，这是许多像我一样的大夫争取来的结果。我希望你们以后在医疗器械的推广上，能够根据手术大夫的水平，做出更有针对性的方案，也避免医院领导和手术大夫发生矛盾。您说呢，院长？啊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修老师，利多卡因的致敏性，当时我们确实不了解。如果如实上报，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只会算作是一次医学的发现。可错就错在我们一念之差，推卸了责任。现在是挽回的时候了。老师，虽说这件事过去了30年，它也像一块石头一样压了我30年。现在小兵回来，他并没有选择直接公开质疑这件事，他所要求的仅仅是我们给他一个交代。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沉默了，站出来，给张姐一个公道。这也是中西北民众的愿望。我们都已经退了，也没有什么勉力的纠缠。如果您同意的话，私下里我去做这件事情。一个简单的医疗事故，已经尘埃落定了30年，就因为一个当事人的家属私底下的质疑，你就跑来我这里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搞得我们两个好像有什么责任似的。我说你啊，你真该退了。不管你还是那个什么叫那什么小兵的，如果你们搞不清楚，就查查档案嘛。档案里面记得总比你一个生了病的老头子要清楚吧？你说呢？
你这段时间在那什么康复中心，是不是病情加重啊？还是住院吃点药吧。疗养什么的不可靠啊。副院长，这就走啊？不吃饭了？走了，没什么事了。哦。啊，我来吧。副院长，这次救灾的抢救工作，咱们仁和医院为嘉林市是挑了重担的。接诊量达到那么大的情况下，我们没有向其他兄弟单位推送过病人，还帮传染病医院负责了一部分，死亡率也控制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，这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当然了，副院长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我只是辅助。成绩我是知道的，其他的消息我也听过一些。感染，毕竟还是发生了。哎呀，您知道，患者达到那样的密度，消毒和无菌操作都不可能完备，介入性器材使用量大，感染也是无法避免的。我听实验室的人说，发现了E. coli 的新亚型，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说呀？秀老，我正想向您汇报这件事情。这个事情啊，是有人想拿它来做文章，借此去查介入性医疗器材。您知道，咱们仁和沁器材，少一个合格证也不可能啊。可这些器材都是在正常条件下做的检测，这次可是极端条件，消毒和无菌操作都不可能完备。我们真是为了顾全大局，在挑战极限了。但是院里就是有人不顾事实，想借题发挥。先锋公司的器械在仁和的使用比例是多少？这个确实是多了点儿。多少？有个80%以上吧。大众不懂什么标准接诊量，什么检验合格的试验条件。大众一听感染，跟器材有关，马上就认为你有权钱多到那里边。这80%，你要怎么解释？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，这个器材的质量是一定没有问题的。你这个代理院长还没有转正是吧？你呀，能力是有，就是和器材厂走得太近。秀老，这耐药菌株已经送出去了，一旦引起上面的关注，到时候调查组下来了，鉴定器材您不用担心。我就是想请秀老帮着说句话，器材是合格的就行了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能不能就不要再查了？张淑梅的儿子，你认识吧？
认识。我认识。喂，廖先生，有什么消息吗？庄大夫，您送来的标本有了初步结果，确实是 CRE 新的亚型。太好了，请继续查下去。我会抽时间到北京去，跟您一起和威廉姆斯博士开个远程会议。他半年前也有过 CRE 新亚型的发现，看看是否相关。这样最好。这种菌种的研究还要早做为好，否则再有感染的病例出现，可就来不及了。是啊。死亡患者最终留给我们的都是珍贵资料。先去打破伤风啊，3天之后到门诊换药，1周之后拆线，赶快修修你的刹车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大夫，马上去。大夫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您快来看看。大夫，快放着呢。什么时候开始肚子疼？今天早上，不是，昨晚快点亮的时候。有没有呕吐和腹泻？没有。放松啊。啊。疼吗？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？刚完。来，我量下血压。姑娘，我们检查一下啊。姑娘，那个你19是吧？之前有没有生育过，或者是大月份流产过、小产过用？我看了。姑娘，你还没检查完呢，姑娘。当大夫是检查完呢。哎，慢点慢点！哎，姑娘，你小心点。小韩，你都39度了，还流了那么多血，我看大夫不行的。她那是人射纹吗？是啊，我肯定没看错。我觉得这姑娘有问题，好像是流产过。那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呢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。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们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。我给产科赵丽打电话，我让他去沟通，你就别去了啊。这女孩肯定有事，我得问问。你问什么呀？那是病人隐私，人家不愿意说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要问什么？你拦着我干什么呀？那孩子一看就是瞒着家里很多，你别找事儿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你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你站住！你把孩子扔哪儿了？说，你把孩子扔哪儿了？哎，警察同志您好，我是仁和急诊陈少聪啊。我们刚刚接诊了一个产后患者，2个小时前呢，他把一个新生婴儿扔在城南红友的一个公厕所里。哎，对，少聪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哎，麻烦你们现在去，我们现在也去啊。好了，告诉马主任，我现在去抢救一个新生，请找人病了。什么破玩意儿？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！你是不是又忘保养了呀？没事，我打电话让人帮我接着电话。哎，杨远，等等我！等会儿，喂，等等我！跟我。怎么样？没有，你给我找下下个公厕啊！林大路往西500米有一个。哎，你别着急呀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派出所会派出警力搜寻的。等他们找到再送医院就来不及了。我问你啊，你怎么一下就判定她是产后的？我一开始也判定的是产后，但是还有其他可能啊，你怎么一下就判定的？我不是判定，我是直觉。直觉？
东区1公里。杨宇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吧？你先去找孩子，啊，快去！哎，你把箱子给我。你行吗？你快去！照顾好自己啊！干嘛呢？你往哪钻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个，里面还有人吗？没人，我进去了啊。7号车收到吗？7号车收到吗？我是7号车。7号车收到，请讲。婴儿已经找到，婴儿已经找到，正往你们那边送过去，正往你们那边送过去。收到。哟，你就来了，陆老师，我来看看阿姨。这些啊，楚大夫给你妈妈画了一些漫画，是为她祈福的，真用心呐。我和阿姨也不熟，就是听陈少聪说了一些有趣的事儿，我就画下来了。哟，楚俊，
你可把陈少聪给卖了。啊，我又做错了，你可别骂他，他会怪我的。等我去找过他，他就没有力气怪你了。小程啊，别听他吓唬你，有叔叔在这里，陆晨曦要是欺负你，我给你做主啊。叔叔您人真好，我要是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。楚俊，我替我妈妈谢谢你。怎么样，王大夫？恐怕有肺部感染，孩子家长呢？还在整个观察室。如果家长清醒，这么小的孩子，所有的检查治疗都得监护人签字同意啊。杨宇，在这等着，你去找他签字。走。他能同意吗？这样都能找回来，这孩子命大，你放心吧。产后感染盆腔炎，用了2代头孢静脉滴注，现在情况稳定，神志清醒。你的孩子现在高热脱水，我们怀疑有肺部感染，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治疗。你是监护人，我们需要你签字同意。张小涵，你别睡觉啊！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？哎，张小涵，哎，张小涵，我知道你醒着，我也知道你一定有困难难以解决，我们不会问跟孩子病情无关的事情。你看，从你来，我们就没问过你的学校或单位，对吧？哎呀，以后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但是现在这孩子要治病，你回我句话。张小涵，你就不怕这孩子死了？你做母亲的，你负点责任行不行啊？好了，你别说了。张小涵，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你害怕面对这个孩子，害怕面对自己的未来，你可能不敢和父母说，害怕让学校或者是单位知道。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好不容易活下来了，我们能不能先考虑抢救呢？小林，小林，怎么了？他的指标好像不太对，你快看一下。别着急。喂，陈小聪。好，我知道啊。孩子现在发生呼吸困难，你先过去抢救孩子。可是监护人现在还没同意治疗啊。可是他也没说不同意呀，他就是年轻害怕，很可能是产后抑郁，对吧，赵队？你们是不是产后抑郁？他也是唯一的监护人。孩子这么小，治疗过后什么结果都可能出现，我们不能违背监护人的意愿，尤其是这样的监护人，谁知道会怎么样啊？你们，那也。杨姐，我去叫大夫。好。
子现在发生呼吸窘迫，你真的要放弃他吗？姑娘，你说句话行吗？这监护人不同意，就更不好抢救了。如果需要插管呢？如果插管失败了呢？小林，小林，给邵总打电话，给杨做 CPR。可是杨姐，医生还没给遗嘱呢，来不及了，听我的。好吧。你说什么？杨宇做 CPR 了？好，我知道。你说，你到底管不管？你们俩呢？我不逼你们，你们也别拦着我。这孩子是我急诊收诊的，我陈少聪负责。哎，白主任，我和杨宇正在抢救患儿，可是院内 CPR 不能无医嘱，由护士直接做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您快来。非常想救，可是没办法呀，我们也不能违规啊。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抢救了，对，家属确实没有签字同意。好，我马上过去看一下。走走走，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准备给孩子输液，纠正脱水。陈大夫，我们主任还没来呢，我去。恢复了正常心率，但自主呼吸还没有恢复，很可能是气道痉挛、肺肿胀。那怎么办？我用了解经药，需要插管，调度晨曦。好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来。主俊，儿科要给新生儿插管，平常不太容易看到，我教教你吧。好，我想学。爸，我干活去了。快去吧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你来固定，好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。
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